当灯泡无法发亮或遥控器无法运作时，第一个会被提出来的说法是没电了。这是什么意思呢？电荷为什么可以在导线中移动？导线另一头的灯不亮，和这一头的电池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把整个电路想象成是一个抽水循环系统，将水流类比成电线中的电流，而电池就可以被我们想象成是抽水帮浦，是用来提供能量的装置。此时，狐狸猫向小树蛙提问：如果我们真的把电路类比为一个抽水循环系统，那我们之前介绍的电线和灯泡等电器分别对应到抽水循环系统中的什么呢？小树蛙烦恼地说：又要考我，让我想想哦。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可以帮帮小树蛙吗？狐狸猫向小树蛙说明，既然电线是提供给电流所走的道路，自然就相当于是抽水循环系统中的水管。而电路中的灯泡要运转发亮，就需要从电流中汲取能量。这跟涡轮要能转动，需要从水流中获得能量一样。所以灯泡很自然可以类比成抽水循环系统中的涡轮。帮浦把水从低水位的水箱抽到高水位的水箱，在高水位的水拥有比较多的重力位能，具有比较高的能量。反之，低水位的水能量比较少，所以帮浦将低处的水提高了水位，让它变成了高能量的状态。同样的，我们把水位的概念也沿用到电路系统，我们称为电位。而电池的作用就像帮浦，让电线中的电荷产生电位差，把电荷变成了高能量状态，而电位差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电压。小树蛙听完狐狸猫的解释，说用这样的方法去思考电路更好懂了。但是小树蛙又提出一个问题，像是我们在家里开电灯的开关，明明开关距离电灯泡是有一段蛮长的距离的，为什么电灯泡一瞬间就亮了？电线里面的电子有运动的这么快吗？明明看起来没有运动的那么快，怎么可以一瞬间从开关就跑到了几公尺外的电灯泡？狐狸猫称赞了小树蛙，说它平常看起来呆呆的，居然可以问出这么好的问题。小树蛙害羞地接受了称赞，但又紧接着催促狐狸猫，如果电子真的运动得那么快，那它刚刚肯定也坚持不住，一定会跟着头晕想吐。狐狸猫开始说明，其实并不是像小树蛙想象的那样，电线里的电子运动速率其实并不快，大概每秒钟在电线中前进几毫米而已。这样的速度是远远不够在一瞬间让在几公尺外的电灯亮的。那是怎么做到的呢？导线内的金属导体上已经有许多自由电子准备好要移动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作是一根水管装满了可流动的水。当我们打开连接水管的水龙头，自水龙头流出水的能量经水管中的水传到另一头，让水有能量而流出。你觉得从水管流出去第一波的水跟从水龙头进去的水是同一批吗？小树蛙思考了一下，回答：当然不是啊。小树蛙想明白了，开心地说：装满水的水管，只要一打开水龙头，另一端一瞬间就会出水，而电线也是这样的，一打开电灯开关，在电灯那一端的电子也会一瞬间具有能量，让电灯发亮。狐狸猫点头赞同。现在我们知道了电压的概念，了解怎么测量电压也是很重要的。我们通常使用伏特计进行电压的测量，电压以伏特为单位。当一库仑的电子在电路上经过一段电压后，产生了1焦耳的能量差时，我们定义经过的电压为1伏特。
譬如1.5伏特的干电池，可以让1库仑的电子获得1.5焦耳的电能。测量电路上2点间的电压时，我们将伏特计上的红色正接头连接靠近电源正极，将伏特计上的黑色负接头连接靠近电源负极，形成并联的连接方式。为了降低能量的耗损，伏特计会设计成只让少少的电流通过它，而伏特计就像是路旁警察，借由拦截这些些许的电流，检测通过此段电路的电压。除了使用伏特计时要采用并联的方式来进行测量，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1. 黑色的负接头连接靠近电源负极的一端，红色的正接头连接靠近电源正极的一端。2. 伏特计跟测量电流的安培计操作上很相似，它们都有不同的档位。如果你在事先就已经知道你想要测量的电路上大概拥有着多大的电压，那就选取最适合的档位来进行测量。例如，今天你知道你的待测电路的电压大小约为10伏特，则就要选择15伏特的档位，而不能选择5伏特。3. 若今天要测量的电压是未知大小，则尽量都从最大的档位开始实验，要不然超过该档位的测量上限，可是会造成伏特计永久损毁的哦。狐狸猫向小树蛙噼里啪啦地说了这么多，好奇小树蛙真的都有吸收进去吗？狐狸猫有点生气地大声说：“小树蛙，你有在听吗？”小树蛙则惊恐地指向前方说：“狐狸猫，你看前面！”狐狸猫一看，跟着喊：“天哪，来不及了啦！”最后，我们来整理一下今天的重点。如果将电路系统类比为水管系统，我们的电流就相当于水流，灯泡就相当如涡轮，而电源自然是帮浦，导线对应到水管，而电压也就是电位差，对应到的即是水位差。而用来计量电压的单位是伏特，而想要测量电压需要使用伏特计，且要跟待测电路并联哦。